hear your voice over and over, sitting on the beach of Dover. What is happening, oh dear, in my head? If we can be together, maybe one day forever. 你不愿先看看信吗？你看到信，你会不会有感动的感觉？他完全理解错了方向。我感觉现在如果，哎呀，你咋这应急了？我到的不是很合时宜，不好意思。没有啊，我想，行，好。因为我俩心软，这不是同一个人吗？但你没跟我说呀，但你没有跟任何人说，我又不可能天天去观察你的想法，因为在我看来，你想要谁跟我是没关系的。你为啥哭呢？因为你知道了我跟你说的一切，你就心疼瑞瑞。人总有犯错的时候嘛。你们可以提前体验情侣生活1天。现在请你出发，敲他的房门。大姨呢？可以在里面呢，他就睡着了。干嘛呀？有事就在这说。不太好选小飞。我真不想去。你再给我翻白眼。我真不想去。走啊，我们呢？好开心呐，又出去玩了。你怎么了？你不说话，少说话。那我慢点走可以吗？这还有点疼呢，走太快的话。可以，慢点走，对吧 ？Let's go！ 哎，你知道特别像去那个川西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是大家一起走的感觉。蛇村我去过好几次。好玩吗？它有点像小古村，比这个更 local 一点，然后有很多打卡的点。那谢谢你，你要不带我去，我会难过的。今天太好了，我太想去了。小新太好了，你今天太 sweet 了。不是小新太好，是你太好了，我太想出去玩了。哇，咱眼睛最大的，懂我意思吧，瑞老师？懂了呗。意思是你眼里我是最美的，你眼里你自己最帅呗？意思是？对，你说这句话是对的。咱俩在一块开心就完事儿了。明天可以咱俩一起出去玩吗？可以啊。我不想一个人。你不想？可以啊，没问题。谢谢你。瑞，你知道你性格特别好。性格吗？对，你该闹的时候也闹，然后该静的时候也静。我觉得你性格特别好。这样好吗？真的。这样会不会有点颠呢？这样。有人比我颠吗？哎，我觉得你把这句话说出来之后，我觉得你内心里面就真的就是没有什么释怀了。对，你真的和解了，这种自洽了，真的特别好。对呀，在我生活中我就有点颠，我有时候会很成熟，有时候会很颠，就是分状态吧。如果是像朋友玩啊什么的，我可能就会颠一些；但如果是工作什么，我就会成熟一些。然后小戴就说那意思是啊，你怎么不真实不 real 呢？但我觉得他这点说的特别好，就是感觉我好像有点太想照顾大家情绪了。有些时候想自私的时候没有去自私啊，有时候其实可以表达自私那种想法，让我学会了一些。我感觉来这个节目对我来说成长了。对，恋爱的这种感觉我也成长了。我就奔着纯恋爱来的，然后发现好像大家都想慢慢的、顺顺的，我就原来是这样，那我急什么呢？我在这儿啊！哎，你知道戴老师会说，就是我问他可以吗？他觉得我这人很虚伪啊，很奇怪吧？戴老师这个人，什么可以吗？你问他什么？就比如说，不管说什么，我说，比如说咱去吃个饭可以吗？他会觉得很虚伪。他原话吗？对，他说你就不应该问，你就直接做就完事儿了呗。确实也是。那我就说咱们去吃饭可以吗？我就礼貌性问语嘛。可能大家都喜欢直接。对，他手蹭油了，碰一下纸，我站起来我说是需要纸了吧？然后我就准备去拿，他又有点说哎。你直接做就行了呀，对呀，这种事儿，其实女生就觉得你直接做就行了。但我是那种不是说我故意要说的，你懂吗？我就是那种比较怪的人，我比较抽象的人，我可能就把内心潜台词我都能说出来，但无意识的说出来，不是说我故意说的。我就跟他解释，如果我是刻意的话，我肯定是想办法让你得到好感的，我不可能跟你说是要纸了，那这不有点傻吗？戴老师不理解，
我跟戴老师对抗了2天， battle 吗？是化疗我啊？化疗画脸啥意思？说话对抗，他掰头我解释，然后驴唇不对马嘴，俩人，然后我一直处于一个道歉状态。道歉？对呀，不知道错哪了，我先道歉。其实咱俩挺像的。最后几天都一直只投一个人了，还没有得到回应那种感觉。我俩互相起个什么昵称啊？瑞老师，你要不介意的话，我就管你叫瑞宝，可以吗？我管你叫瑞宝，可以吗？然后你叫我新宝，然后你叫我新宝，可以吗？你不介意的话。其实我们今天不用取这些名字，不用满足这些，反正大家都一起出来玩 real 的。本来我们就没有按规则来。我还挺喜欢这么叫你的，不可以吗？可以啊，你可以这么叫啊。我就听着，我有点力气，我听着。哦，那我不叫了。到了，下了，不着急，慢慢叫。OK，nice。这村有什么呀？这村里面有一些文创，可以去逛逛，然后还有一些好吃的。那就出发吧。就在这儿骑个自行车也是对的，对，是吧？其实骑自行车很 chill。是啊，哦是。哎，谁懂啊？这个我。这是啥？这个是果壳娃娃。拿一个。哎，他家这是不有意思，是自助的不？对，我也来这儿逛过。哦，好可爱啊，这个可爱。就是我能够感觉他好像要一直说话，但可能就是因为大家相处的时间不够长，而且我平时也是不太表述自己的人，所以我也能够察觉到新歌他的一个用意是什么。某一方面来说，我觉得新歌真的还蛮暖心的，就是真人不坏。你不要觉得我心情不好，我现在很放松，我只是你不要为了就是想让我心情好，让自己难受。没有，我现在的状态是我日常状态。好，那我不想说话，你可以不说话的，我可以自己说话的。香水，你去哪我都陪你去就行。瑞有点难受，有点不舒服，就觉得今天可能也在家待着了，替换成我了，就是跟朋友一起出去玩那种感觉，挺开心的。到喽，走，走了。好，谢谢。哦，这是个书店。哦，太好了。哇哦。你们就在这儿坐着吗？待着吗？待会儿呗。哦，还挺好听的。哦，我可以把这个拿出去吗？走，你拿出去。你这回来小屋感觉怎么样？有什么样的感觉吗？我觉得很好啊。我也觉得挺好的。小屋现在给我感觉就有点舍不得。有点舍不得离开，跟人没关系，有点舍不得这个地方，就给你一种很，这可能就是群像的魅力吧。是吗？对，不想让任何人离开我的生活，有那种感觉。然后我们呢，就感觉像住一起时间朋友，突然之间有点就叫分开那种感觉，可能就是希望大家都好嘛。那还能希望什么？希望不了别的。希望大家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爱情。瑞老师，今天晚上我会投你。今天晚上我会投你。好啊。那你可以投我吗？我可以投你。我觉得这个问题我得好好想一想。咱俩可以就是互相投一下子吧。
你要纠结一下。你给我发个嘿嘿，我会给你发个嘻嘻。要拍照吗？任务卡。 4选1是吗？对对对。那他了。我们来期待一首。好啊。淡淡的，就会顺顺的。你们的情侣线主题是暧昧。完成以下动作的写真拍摄，一起感受心动未说的温柔拉扯。我俩嘛，耳边说一句悄悄话。第2个是移肩靠近但不碰到。第3个是女生轻轻拉一下男生衣角，眼神看向对方，对吗？可以这样吗？比如说我在外面，他在里面，然后他这样俯过来贴到我的耳边，这样画面会好看一点。可以啊，你在外面，我在里边。OK， 可以，你就这么拍就行。这个也很好看。能理解那句话，就是模特好看，怎么拍都好看。离合路是我很喜欢的地方。是表面意思，离合路是你喜欢的地方。救命！救命！救！挺好的，挺好的。好。或者我这样，很尴尬呀。或者我这样，怕他够不到，来吧。加手吧，不加手感觉有点奇怪，是吧？可以加点手，但不要凑这么近。对 ，OK， 好。好，然后你凑过来，对。然后我讲这样，然后假装我们在。可以啊。给我可整害羞了，我说白了。你新哥害羞不容易，你新哥，哎，那我们可以错开，比如你看这边，然后我看这边。可以啊。可以吗？那你往这边，你往这边靠，然后我靠这边。等等，不好意思，这边也不行啊。你新哥可能需要做个俯卧撑。哦，这个为什么？好，我可以了，加油，信那个，你要信那个。或者你到外面来。千人一掌。好，来，好看的。好看。啊，你知道就这么走一走，好开心的感觉。1、2、3、4， 11个人。店家送了11个这种碱水小面包，然后做成了小挂件。我和瑞瑞给每个人做了一个小挂件。本节目由国民品牌东阳光药赞助播出。本节目由纯正果味、软糯 Q 弹的不二家耐可塔软糖品牌赞助播出。今天又燃尽了。今天确实有点累了，我也有点燃尽了。对啊，又开那么久车。还行。感觉咋样啊？现在感觉，就像玩一样了。你对待老师呢？啊，无所谓了。我努力争取过了。昨天我写了一封信，你知道吗？啊？我写了一封很长的信，昨天。写啥了？就写了一下对他的感受，然后以及之前的歉意。歉意吗？那天嘛，在车上的，他有点不开心嘛。本来他要偷我的，然后结果发现我
发现我问完那几个问题以后，他就不想投了。对，然后昨天我写了一封信，道歉啊？也不算是道歉吧，因为我听说他不是很舒服，他就觉得我好像情绪比较激动，但我真没有，我说话就是那样一个状态。回复你了吗？没有，看完信，然后昨天晚上没有收到短，就我已经我也连续4天还是5天没有收到过任何短信了。就是我觉得我好像在这不至于让自己到那个地步，你知道吧？但好像就是我自己没有争取到嘛。他没有争取到，那不如说就是开开心心。今天我完全做自己了，但我觉得完全做自己我还挺快乐，今天我挺开心。现在给我的感觉就是我写完那封信以后，然后得不到回应以后，我感觉好像就是我自己身上没有遗憾了，就像第2天我问你那种感觉是，我感觉我没有遗憾了。觉得爱情重要吗？我吗？对呀。重要啊，怎么会不重要呢？确实重要啊。所以越重要越慎重。你说的对，吴老师。其实你挺好的，吴老师。不知道啊。你确实值得一个很慎重而且很好的恋爱，吴老师。你也值得，每个都值得。对，我值得，我老值得了。我相当了，我值得更真诚。对呀。我很少会表达那么主动。来这儿主动几杯全被人摁在地上摩擦了。就感觉我已经非常不要脸了，我非常勇敢了。昨天写信我写这么长。手写信？手写的，我写了好几个版本。你们出去玩的时候，看起来不真诚的人，实际最真诚了。也没有什么回应，我知道咋回事了嘛，也不吱声也不吱气的，只是一味的跟魏老师拉近距离。咱也不傻，对吧？人家有人家的选择啊，你表达你的就行了。我就该做的我都做了，我自己开心最重要。我是第2天那时候为啥不选我呀？我比较好奇。对，我一直没问你，因为没机会问你。因为黑皮来了。啊，就更喜欢黑皮多一些。黑皮和我的理想其实很像。很像是吧？啊，挺好。只是基于第一面吧。可不能让黑皮听到刚才那话。什么话？黑皮就瑞瑞，我最爱的瑞瑞，他一定会这样的。有点抽象。明天还有1天，后天告白日我们结束了。我懂你的感受。你真的懂吗？我跟你一样啊。我没有什么感受。那我的感受可能比你更热烈。我应该是，我现在属于解脱了，自我的解脱，总要从这情绪走出来，不能被别人的情绪所影响，对不对？我感觉男生的情绪都还挺丰沛的，这一次遇到的这些人全都挺热烈的，我觉得男嘉宾的情绪感觉比女生充沛很多。对，女生都是淡淡的。大一也是。他挺浓厚。他有点过于浓了。我看你的时候，就是眼神中带着一些就是杀气。对，他最近看我都是眼里面带着杀气，然后说话也是冲冲的。冲的。为啥呀？他咋了？我觉得应该可能就是回归到正常普通状态了。他觉得你不是他的心动女嘉宾了。但他说话也其实有点冲的。他跟我说话也冲，现在他现在状态就是感觉在这待着没。我觉得他今天的情绪，我给你解释一下，可能你不太了解到。他今天情绪可能在于，就是你选择他是因为你不想选黑皮，然后同时你又要尊重游戏规则，你不得不选择，这样让人听起来让他听起来不舒服，就让他觉得他有点像那个带引号的备胎，然后他一想，他对你又没有什么其他感觉了，为什么要当你的所谓的备胎？我觉得他可能这么想。他可以这么想，但我觉得游戏规则是游戏规则。对，然后可能我觉得他陷入这个情绪里边了，
他很有情绪，对他真他他自己很主观的那个情绪。今天他这个情绪真的非常大，然后我一想，都这个情绪他就不要了，我就立马找你了。我说没有，但是他下定这个决定的时候，其实我也告诉他，就是你可以拒绝啊。对啊，因为其实我在去找他的时候，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嘛，其实我当时在纠结你和他之间选一个，然后我有想到他会拒绝。因为我觉得他会对我有，比如说翻白眼这种，懂了。我觉得他应该会。原来我是备胎，没事。但是所以说，我觉得如果我没有选，我觉得就不能，没事啊，不能再叫你出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对，没事。我觉得对他还，我觉得对你不公平，因为你是游戏规则之外，你是为你兄弟顶包的这种感觉。我是所有人的备胎，我愿意接受这点，都是好。其实我不知道是我们的思维模式不一样，还是怎么样，就我是感觉大一的这个，他这样处理方式可能有点太极端了，你觉得是吧？也是有点不太稳定了。我说实话。对。所以说大一他才会这么大的反应嘛，他是觉得我必须得选，就是我还告诉他这种事儿选他，因为我想告诉他的是，我不希望他误解，就是我直接选他，我觉得才会让他误解。其实我觉得你直接选他的话，在路上跟他讲会更好一些。就当我们所有人面说这个事儿的话，他可能会不开心。对吧？哎，你这么说好像其实是吧？真的是吗？对，因为真的我不知道，因为我可能想的是，如果对方这么告诉我，我是一点建议都没有，所以说，这就是你的方式嘛。但他对我就会很直接，可能是的，我觉得可能缺乏技巧吧，这个事情上面。你这个跟我一样，就我很直白的问你，明天你到底跟我走，一样，就让你不舒服。但其实这是我的沟通方式。不，我觉得我这么说是因为大一他之前他就是这样的。他之前对我的态度就已经表明了，是吧？所以说我才会这么说的，是吧？可能是吧。而且他不是一直说自己是一个说话很直接的人吗？他很直接，对啊，所以今天很直接的拒绝了吗？对啊，所以我觉得也 OK 啊。很开心在这段旅程认识你，是因为我觉得大家就是那种状态吧，我觉得其实还是像一个很好的朋友。没事，淡淡的又顺顺的，我觉得也不用跟他解释什么。因为我不跟他解释，是因为我没有那么多精力给他解释，没必要。没必要了。也不是心动男嘉宾，还解释什么呀？他慢慢就懂了。在这里，我觉得大家更多是情绪更多一些，不可能因为平常没有别的事儿了，什么都不用想，就这么几个人，那确实会更多在乎是情绪。我突然想到，我今天找那个大一的时候，我让他出来了，他说一定要当着所有人的面说，是他自己给自己是这样的。我忘了，突然一下想到，别内耗了，不想了。我倒没有内耗，我真的觉得没必要。你也挺惨的。我为啥惨啊？因为他拒绝我吗？没有，因为就挺尴尬的，就没有保留一个体面的状态。你说我吗？我说大家。他。对呀，应该体面点的。那是他的选择。这我就尴尬死了。可是我并没有觉得尴尬。做事不够体面，我觉得大一能理解你，你也能理解大一。我是能够理解他的。对，大一应该也能理解你，只不过需要一点点小小的时间，或者说他今天可能真的累了，就不想去而已，对吧？都是有可能的。你知道，我前两天都会开始审判自己，我是不是很差劲的人？我真的在审判自己，你知道吗？后来发现可能不是，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缺点，可能他的优点是他的缺点，可能有时候他的缺点呢也是他的优点。就是还是看跟谁接触，如果跟这个人接触彼此都舒服的话，你们就合适；如果你跟他接触，你们彼此都不是很舒服的话，就代表不合适，对吧，瑞瑞老师？是的，没错。加入芒果 TV 会员，更多心动细节加码看。你怎么回来这么晚？怎么样？你今天觉得？我还可以。我感觉你们这粉红泡泡有点泡泡了。
真假的？我真的觉得有一点点了，就观察，因为比较 peace 是吧？对。我觉得他对你还是挺上心的，就挺绅士的。我觉得，就我能观察到吧，小的事情。谁知道了？那你觉得自己有没有更喜欢他一些呢？你说现在吗？在这里吗？就是今天之后，就下午之后。这是一个好问题。哦，有点改变咯。你在房间吗？哎，你是刚开的门还是门自己开的？我门都没关。你没关。他们都在客厅，让我们下去。我把你的这个外套当做了我今日 OOTD 的外套，是不是很大？嗯。Hello， 晚上好啊。刚才我跟又讲了一遍，我觉得也跟小戴讲一下。啥呀？就是我这回来这一次这10天，我可能就把这个当做一个爱情游戏了。我觉得10天就是终点了，对我来说。然后可能对我来说，我就会稍微的急一点，着急一点，就像做游戏打游戏攻略一样，我总想快速通关。因为平常比较好胜一个人。我是从什么一刻才意识到的？就是意识到大家都说好像你需要慢一点，然后我突然意识到，好像不用非得陷入这个游戏的规则里，对，可以适度慢一点。但觉得怎么都该解释一下，要不然觉得我这个神经病似的。没有，没有。对我来说，我就希望在10天内我能够认识到这些人，而且我觉得后续也不可能再跟这帮人再接触到了。在这10天内，我只能尽自己最大努力达到他的好感，但我发现我一切都做错了。哎，但是我10多年没有写过信了，真的。可是你那个信，我感觉我好像是所有人里面最后一个知道的呀。没有。如果写信的话，为什么不是自己亲自认真的写，还要先让别人帮你参谋？这就是我和你讲的，我感觉我们就是想法不一致。对，我会觉得这种东西是很私密的，这是2个人之间的秘密，这种感觉。全错。不是全错，戴戴的点其实不是在说全错，他只是在告诉你他的想法，没有别的意思，不要想多。在我这儿根本就没有对不对这个说法。其实我觉得我这，哎呀，这个事儿它很需要勇气，就很少有那种就是被拒绝很多次，你还有勇气继续做这种，就是对我来说。因为我觉得在我的视角，我只是在给你客观的讲，就是我觉得你听懂了，你自己就会有评判了，所以不存在拒绝。戴戴的态度意思可能是这样，就是这个事儿没有对错，只是说你做这个事儿，但你承担后果，但不求结果就可以。好像也有点就是可能会有点区别，但是还是有点但肯定会有点区别。我懂你，戴姐。因为你要用拒绝这个词形容我就会觉得这是一个。就是一个对立面，就是在我的视角，我一直觉得我说这些话是站在你的角度去讲一些我觉得你听了会有用的话。我懂了，我懂了。星哥没懂，他的眼神是迷茫的。星哥现在不是眼神迷茫，星哥现在只是有点尴尬，因为他笑了。他不尴尬，一点不尴尬，心里慌。你看，你说谁都对，你看他这样，一点不尴尬，他心里很慌，他这样，这个有点困了。我又说什么太直的话？没有，不是，没有，你的意思，我大概知道你的意思了。我对你什么感情，你应该是知道。我从第3天开始就没有投过任何别人了，包括今天。但是这个票不能代表什么？但在我这儿又代表什么？在我这儿他是选择心仪对象，虽然这是个游戏，但我现在动情了。我觉得我有这份感情在也很难，
在现实中很难有这种感情。对，我也知道，可能这个节目一下以后，我们不会有太多联系了。不是，对，你看，他就说这种话，就会让我觉得有点伤心。不是，这个不一样，因为你是比较感性的，对，让你觉得有点想太多了。我可以这么跟你讲吧，就是其实我是一个很敏感的人，所以我才想要去和一个没有任何多余信息，一个非常非常放空的，我想处在一个那样的状态，就是我不想再收到更多的外界的一切外界的声音。那挺好，那希望你越来越好吧。不是，我只是在告诉你，你看我就是我说告诉我是什么样的人，你就总是从我的话要推测我这个话里有话，但是我根本就没有什么话。我其实跟戴戴能聊一块去，你就聊说的跟我差不多。你们两个的就是解决方式是很不一样的，就没有对错，只是可能，对吧？频道就差一点点。然后我跟你讲我的信息反馈啊，就刚才那句话也会，就是如果是我按照我的逻辑思维，就会觉得哦，你在面前告诉我，其实跟他相处我会舒服，然后可能就是你会选择那样的人，我觉得你可能不会选择我这样的人，你是在告诉我这个信息。没有，就是我昨天跟你说过，但你听我讲，这是我的思考逻辑，不能说你们一味的帮他跟我，就帮他解释，没有人在帮我，或者说，或者就我想讲上我的逻辑，对，我觉得思考方式不一样的话，就做朋友也挺好嘛，对吧？这个节目下后以后，其实我觉得也不会有。你看，就是你说的这种话，我就不能理解，为什么不会呢？不联系就是联系会变少啊，这是客观事实啊。因为我懂他懂说，因为每个人离得太远了，然后工作也不同。那也不一定，这个是那相当于你已经把没有发生的事情下定论了，这就是那天我和你讲的，我觉得你不是在讲过去，要不就是在提前的预判未来，但是你就是没有说当下这一刻大家是怎么样的。当然这一刻就是感觉好像就是还有最后2天开开心就完事儿，本来今天我挺开心的，这么一说完，突然又感觉有点不开心了。又要，其实我真 get 不到你的点，就是戴佳丽同学，就是我 get 不到的点是什么呢？不是，就因为我每次跟你聊完，我也都会就是怀疑自己，我就觉得我是哪句话说错了，还是我是懂你的，我觉得我是懂你的。我就问最直接，我 get 不到你对我什么状态？我感觉你又烦我又不烦我，我感觉我本来就没有烦与不烦，只是你的表达方式和你讲的话题会让我感到压力，是吧？所以我不喜欢这种对话状态，不代表说我是不认可你这个人，或者说不喜欢这个人。我知道，所以我觉得就当朋友就挺好的嘛，对吧？你俩聊的不是一个频道，我感觉。对我俩聊的不是一个频道，我俩每天都不在一个频道上，真聊。你俩聊什么呀？你俩聊点开心的呗。你俩开条抖音呗。我配吗？我配吗？开玩笑。我就感觉老说这种陷害我的话，你知道吧？就我根本没有这种意思。我平常表达方式会很强势，这是我的问题。我强势表达呢，就会让很少人给我一些正面反馈，都会给我一些所谓的负面反馈。然后当负面反馈每天都在你耳边传来的时候，就真的会有情绪失控的时候。尤其今天我说完以后，要4个人反驳我。不是，但我不希望就是话题就是又以这样的方式收场。就是我觉得我们其实是可以聊很多的呀，就是可以啊，但我们每次聊天都对抗，我们从来没有单独真正的出去接触过，你也不给我这个机会。
我就不用想那么多，不用考虑那么远，考虑那么多，不用考虑以后怎么样，现在开心就完事儿。你让我说完，哥们儿。对，我不想就最后跟大姐接触，也是这么接触的。不是，就算最后是这么接触的，也仍然不影响我们以后该怎么接触怎么接触啊！只要不是处在这种状态、这种话题、这种环境，我是觉得像是来到这个小屋，好像就是所有人都带着目的，就是好像在10天之内必须达成什么目标。没有。我觉得我也没目的，我只是真的动情了，我才会有目的。但是在我的视角，我也会觉得很奇怪啊，因为我们都没有太既没有。为什么不在文字里写了吗？在心里不写了吗？你俩感觉聊的不是一个东西。对，你又 get 到了。就是他会觉得有些东西顺其自然，不能当你抱着太大的目的来的时候，你不一定收获会有那么大。但是你不带目的来，你可能有意外的收获。我理解了，但对不起，我表达可能稍微的就是急迫一些，因为我很着急一个人，就是我的感受啊，我很努力想要去了解这个人了。就是了解是不需要靠努力的，了解是需要靠不带任何的想法去了解这个人。我真的很真诚，但我 get 不到任何的信息，我也 get 不到任何的回应，我很难受。然后在昨天晚上那一刻，我突然释怀了，我就觉得如果写完这封信我还得不到任何回馈，那就这样吧，不也挺好吗？无非就是8、9天时间嘛，对吧？然后现在你又要跟我说咱俩不一样，咱俩怎么的？我不需要再听这些了。就是如果是你真的对我是不 care 的话，我不是重点，又来重点就是没有不 care 这件事情。为什么 care 在你的眼里就只能往一个方向，或者说是你的预期就只能达到你的预期才叫回应吗？那我怎么感受到呢？戴姐在家里不是戴姐要以朋友身份接触的话，为什么要这样对抗呢？我不理解，实话。不是这个话题是我先聊起来的吗？不知道，我来的时候你就在聊了，我还想聊聊我的话呢，都没人陪我聊。就是明明好端端的，为什么突然就会吵起来呢？但是其实，在那样子的状态，我也没有觉得是在争吵，我觉得我仍然只是在表达。哎，你们已经开始什么环节了？我要出去找人聊会儿天，看看碰到谁聊谁，随机选一位幸运小女生吧。我觉得我这2天做得很好了，作为朋友这个角度。你叫啥？你又捡了？不是，我就想吃个饭来着。你看什么？哦，我吃饭吗？还是？你可以先出去吃。可以。你要吃你吃你的呀。没事，你吃你的呀。没事，我出去吃。你没人提醒我呀？我刚打上盒饭，我要吃，然后我看着我不对，我说我在看着他，我说我要出去吃，我说我现在是怎么样？我要出去盒饭。他说你出去吃，我说好。是。所以这问题其实很好解决嘛，大姐。你说都明明没那么想选择我，也对我就是没有感觉的话，为什么还要对抗？我不理解，戴姐。哎呀，不是，就是你说这些话给我的感觉，就好像是我
做错了什么事情，你没做错，然后戴姐。就在我视角，如果你是在乎我这个人，你会说咱俩问题在哪？你想解决这问题，你想让我俩相处更愉快。我在乎每一个人。我说的自然相处，就是我认识的每一个人，在我这儿都是 OK 同等的可以在乎。然后至于这种在乎会发展到哪一种，这些东西都是顺其自然的，我是不带任何想法的。但在我这儿，我就得现在就得远离了，不然呢？我该怎么做呀？我还是就恬不知耻吗？不是我。对吧？我也没有说是要鼓励你，我也没有说是要，就是在我这儿没有存在什么拒绝，也不存在什么回应，也不存在什么，就是它不存在任何。对，反正你对魏毅是有回应的吧？对吧？你已经有选择的人了，然后你还没有给我回应了，然后我现在想随便说话聊天的话，你还是要跟我说你怎么地，我怎么地，我俩就是想法不一样，你这样怎么地？为什么呀，戴姐？是因为我先感受到了你对我的所谓的攻击，然后我才来告诉你，我才来解释是什么想法。我没 get 到我攻击你点，我只是告诉你因为你说我拒绝你，然后你又说什么不 care， 你又说什么节目之后我们就不会联系了，这些话在我听来都是对我的一种否定啊，因为我没有这样的想法。我没有否定你啊，我只是在讲我的想法，戴姐，你能 get 到吗？我的想法跟你没关系。没事儿，你进来嘛。那像你说的，为什么不能回应？那既然我都已经给别人发了消息，我怎么来回应？我难道要同时？那你就已经选择好了呀，戴姐，不是吗？但是，那你就已经选择好了呀，戴姐，不是吗？但是。不是，等晚上被采完我找你啊。没事，我们要聊，可以等明天找个正式的机会。明天聊吧，因为正式的机会吗？我哪有正式的机会跟你聊天？我气的我脚都不疼了。到底在气什么？我现在说这话为什么？为什么我现在说这些话？那你觉得你实际真正需要的一个女孩是什么样的？你这样的。然后，但是其实吸引你的是瑞瑞那种。不是，瑞瑞跟你说只是第一眼的。但你那天晚上不还是特别瑞瑞吗？